一般同学们最常会使用到的是我们的馆藏查询系统。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这么大，还有3个图书馆，我要怎么知道我想要找的某一本书放在图书馆的哪里呢？此时我们就可以利用馆藏查询系统来确认要找的资源被放在图书馆的哪里。那么馆藏查询系统它在哪里呢？来到我们图书馆首页，在左下角您就可以看到一个搜寻框，在这里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来进行查找。点一下这个下拉式选单，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进行查找，或者也可以点这里进入馆藏查询系统的页面，里面一样有分成关键字、书名、作者等不同查找方式。那若有想要进一步设定检索条件，也有提供进阶查询的功能。点进去进阶查询，里头提供了多个检索框，提供不同检索栏位查找。您可以自行设定检索栏位，或者进一步设定资料类型、语言或年代等。例如我今天只想找 DVD 的影片，我就可以将资料类型限制在动态放映资料。再来跟各位进一步介绍利用馆藏查询系统所能找到的各式资源页面。来到馆藏查询，您可以直接在搜寻框上打上您的关键字后送出，系统呢就会帮您找出相关的资源。左手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资源的类型，浏览检索结果，您可以再进一步点进去看这本书的详细资讯，确认这是不是您要找的书。确认后呢，首先查看这本书的处理状态。可外借呢，表示目前书在馆，你可以直接看馆藏地在哪，再依据所书号去找到这本书。但若是显示日期，则表示此书已被外借，这个日期为这本书的到期日。后面的+1或者加某某数字，则代表后面预约的人数。若书本已被外借，你也可以直接线上预约。那么当书被归还后，系统就会寄送 email 通知你可以来借书咯。再来，若是您看到处理状态为现馆内阅览，则表示此为参考书、期刊、教师指定用书等不提供外借的资源。此时你可以根据馆藏地与所书号来找到它，并在馆内使用。那若您今天看到处理状态为编目中，则表示这本书已经被买进来，但我们还在为它做编目加工，还没有上到书架上，故您会找不到它。此时若您有急用需求，想要赶紧接到这本书，可以上我们图书馆网页填急用书申请，我们会在3个工作天赶紧加工给您，让您可以先接到这本书。再来，若您今天找到的是电子书，点这个相关数位资源，你就可以连到相关的电子书页面。你也可以点书名进去看这本书的详细资讯。在页面中间，您可以看到连结字3个字，底下提供的连结点进去，一样会连结到这本电子书的页面。中文电子书在校园 IP 范围内可以直接线上阅览，但若是在校外使用，请再进一步使用图书馆账号登录后才能使用。而若是西文电子书，则不论校园内外，点选连结字底下的连结后，会先跳转到电子资源认证的画面，使用图书馆账号认证登录后即可使用。接着是找硕博士论文的情况，若是本校的学位论文，纸本分成1本可外借、1本不可外借，都是放在基石楼3楼的学位论文区。那若是有提供电子全文，则连结字底下的这个连结会导引您到辅大的博硕士论文系统，让您可以取得电子全文。那若查到的是本校购买的其他学校的学位论文，一样连结字底下的连结会导引您到相关的平台去取得电子全文。至于若您今天找的是期刊的情况，那么来到这本期刊的资讯页面，您可以看到这本期刊纸本的收录情况。纸本期刊我们又可以分成最新的现期期刊与过去的过期装订期刊，它们是被放在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先看现期期刊的部分，帮我先看到最新到刊的地方，这里会显示目前本馆采购这本期刊最新的卷期为何。另外点进去最新到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购买的现刊有哪些卷期，而在这里显示的卷期呢，都是被放在该图书馆的现期期刊区。至于放在哪一个图书馆呢，您可以向上看到馆藏地这边，像这本传译呢，就是放在公博楼现期期刊区，它的价位编号呢为中文的486.1价。以上讲的都是现期期刊的状况，再来我们要看的是过期期刊，因为期刊都是一本一本的持续出刊，所以我们会一次集结如1年份的过期期刊，将它装订成一大本，我们又称它为装订期刊。
那要怎么知道我们图书馆有收录这本期刊以前的哪些卷期呢？我们看到馆藏这列底下有个 N85 到 N115 的数列， N 表示的是期号，括弧里的是年代，所以传译这本期刊呢，我们有收录它的85期到115期。然后这些卷期是被放在公博楼的过期期刊区，你就可以到那边再根据期刊名的笔画找到您要的那本期刊。段落这本期刊呢，我们有订购它的电子版的话，一样看到连结字底下的连结，它就会帮你导引到这本期刊电子版的网页，让您可以线上阅览。最后要介绍的是 DVD 视听资料的情况。我们图书馆购买的 DVD 主要分成2种，一种叫公播版，表示可以公开放映，也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校内图书馆或者是教室里做播放。另一种则是叫家用版，相较于公播版，家用版只能借回去看，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里播放。而为了方便区分，公播版的 DVD 一律都放在公博楼，家用版的 DVD 则都放在技师楼。故大学部的同学若要外借，则要到技师楼去；若是公播版的 DVD，则仅限在公博馆内观看哦。